毫无意外，仅仅48小时，印度再次跳反。为什么我一点都不惊讶呢？咱们外长受邀访问印度时，印度外长苏杰生拍着胸脯保证，必须的，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我们这边也给足了面子，合作上也都放开了不少。然而谁也没想到，前后不超过48个小时，墨迹都还没干呢，印度官员就急匆匆地跑出来澄清了。误会，那句话是错误引用，我们外长没那个意思，强调印度将继续推进与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科技合作。这番神操作直接把人看懵了。我方外交部也罕见地用了重话，直指印度国内某些人试图损害东大主权。你以为这就完了？就在印度官员撤回涉台承诺之际，印度在奥里萨邦点火，第11次试射了烈火洲际弹道导弹，还高调宣布射程5000公里。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曾明确表示过，烈火5的研制目标就是为了应对东大，弥补烈火无法覆盖东大全境的缺陷。好家伙，一边嘴上说着误会，一边手里直接掏出了大炮仗。这波合作中射导弹，承诺后撤声明的丝滑小连招打的是炉火纯青。那么问题来了，莫迪政府为何如此精分？是喝了恒河水上头了吗？说1000道10000，所有反常的政治锈根子都在经济上。现在的印度早就不是那个被吹得天花乱坠的世界办公室了，而是一艘千疮百孔、随时可能沉没的破船。咱们来看一组让人血压飙升的数据，通货膨胀率飙到天上去了，高达18%，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你今天兜里揣着100卢比，明年这时候就只值82块了，老百姓手里的钱正变成废纸。印度卢比对美元已经跌破了1比87的大关，创下历史新低。莫迪心心念念的印度制造占比已经跌破了15%的警戒线，印度制造基本宣告凉凉，经济拉胯，民怨沸腾。莫迪的支持率从巅峰的63%雪崩式下滑到了46%，在人口最多的北方邦，失业率高达12%。年轻人走上街头高喊的口号不是印度伟大，而是要工作不要战争。一句话，老百姓快吃不起饭了。这时候莫迪比谁都急，他急需东方的帮助，比如赶紧恢复直航，能带数十亿的旅游收入，赶紧重开边境贸易，能解决上百万就业。所以你明白了吧？这种反复横跳本质上就是一场苦肉计，想用一句口头支票换我们这边更多的经济让步和放松监管，比如放开稀土盾构机这些卡脖子的技术，产品供应和用途监管。可他那点小九九我们看得一清二楚，想要好东西可以，但得有规矩。稀土给你，你得接受用途监督；盾构机卖你，你得保证不能军事化。这下可戳到印度的痛处了，既想要实惠，又不想被管束。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家里着火，外面也没好到哪儿去。印度一直想抱的大腿，美国非但没给取暖，反而趁火打劫，给了莫迪3记响亮的耳光。特朗普政府对印度那叫一个心狠手辣，对钢铁铝制品加征25%的关税，直接干掉印度37亿美元的生意，取消普惠制待遇，还威胁要对光伏纺织业下手。结果就是印度对美出口暴跌18%，上百万的就业岗位岌岌可危。最狠的还不是经济制裁，而是诛心。特朗普在公开场合揭露了印度的边境胜利神话，点名说印度的战机被巴基斯坦给打下来了。这一下直接把莫迪苦心经营的强人形象撕得粉碎。美国一边打压印度，一边却在事实上加深了印度对东大供应链的依赖。2025年中印贸易逆差高达1017亿美元，其中72%都是印度离不开的机床、工业机器人这些高技术产品。来，再看一组让印度窒息的依赖清单：90%的电动车稀土来自东大，60%的制药原料来自东大，70%的电子元件来自东大。这意味着什么？只要我们这边一收紧出口，印度引以为傲的制药业、电子业和新能源车产业立刻就得排队进 ICU。所谓的技术自主已经彻底沦为了一个笑话，被美国锤，被经济拖。莫迪现在就陷在一个不可能三角的死局里，怎么选都是错。想发展经济离不开东大的供应链和市场，想保证地缘安全又得跟着美国混，处处和东大作对。这种精神分裂式的外交迟早把自己玩崩。对内莫迪只能不断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让民众沉浸在大国崛起的幻梦里。比如莫迪最近说要在3年内发射一个20吨的空间站基础舱，10年内建成印度的空间站。可是你火箭最大推力也就8吨，纯纯的印度大饼，国旗狂欢填不饱肚子，老百姓的怒火迟早会把这场虚假的狂欢烧成灰烬。而且印度总想当全球南方的代言人，在金砖峰会这些多边舞台上当主角，可他在南亚搞霸权主义，连尼泊尔、孟加拉国这些邻居都烦透了他，没有东大的支持，他在任何国际舞台上都玩不转。看明白了吗？印度对我们跳反不是因为他强大，恰恰是因为他战略贫困，他既没有实力承受和美国脱钩的代价，又没有能力摆脱对东大依赖的现实，更没有魄力去改革国内的种种顽疾，所以他只能选择这种反复横跳的投机策略。合作中射导弹是演给国内和美国看的，展示自己的强硬和价值；承诺后撤声明是现实所迫，想骗取我们的经济实惠。在国际这盘大棋上，印度总想当那个手握棋子的棋手，但现实是他的每一个看似精明的动作都被别人算得死死的，最终沦为了一枚身不由己的投机棋子。他涉猎火无搞和威慑，却不知道我们的反导系统早已严阵以待。
他担忧我们的心脏铁路会碾压他的边境投送能力，自己那条双车道的破公路却修得举步维艰。这种靠抖机灵和走钢丝维持的大国梦，终究是虚幻的泡沫。最近印度是真的被吓到了，一句恒河以北划归中国，就让对天对地对排气管的印度人无言以对。这事儿的杀伤力约等于你跟别人吵架，对方直接把你家祖屋的合法性给变没了，主打的就是一个釜底抽薪，降维打击。印度估计是得了不提麦克马洪线会死的病，只要有机会就会追着咱家的学者们一顿输出，反反复复就念叨那条所谓的边界线。咱高教授估计是听到耳朵都起茧子了，寻思着你跟我扯法律，我就跟你讲道理，你跟我耍流氓，那我就教你什么是国际巨魔的艺术。于是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慢悠悠地抛出了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王炸。既然100多年前殖民者喝着下午茶，随手在地图上画条线都能被你们当成圣旨，那咱们按这个逻辑来掰扯掰扯，从历史、地理、人文甚至水文的角度看，恒河以北那疙瘩划归给中国，是不是更合理、更讲道理啊？那边全球的舆论场直接就炸成了一锅绚烂的烟花，这条被全球网友亲切地称为高志凯线的虚拟边界，就这么横空出世，成了一把插在印度心窝子上的逻辑之剑。要搞明白三哥为啥当场破防，就得先扒一扒他们奉为圭臬的麦克马洪线是个什么货色。这玩意儿说白了就是搅屎棍殖民时代的一笔糊涂账。时间拉回到1914年，当时的英国人趁着我们国家内部一团乱麻，搞了个小动作，他们绕开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威逼利诱西藏的地方代表私底下签了个东西，单方面大笔一挥，就把咱们藏难9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划进了英属印度的版图。这根本不是划界，这是赤裸裸的抢劫。中国历届政府从北洋到新中国，谁都没承认过这张废纸。更有趣的是，连英国人自己都心虚，在自家的外交部档案里给这条线标注了2个字：无效。你说搞不搞笑？贼喊捉贼，结果自家账本上写着此物乃偷来。印度独立后高举反殖民大旗，把自己打扮成第3世界的领头羊，结果呢，身体却很诚实，把英国殖民者留下的这套赃物，包括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原封不动的全盘继承了。一边骂着殖民主义，一边把殖民者画下的抢劫线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法理依据，这精神分裂程度堪称世界奇观。他们不仅继承，还发扬光大，持续在咱们的藏南地区搞切香肠战术，又是移民渗透，又是军事蚕食，想把非法占有变成既定事实。所以你看，当印度外交部煞有介事的炒作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也就是我们的藏南地区时，他们脚下的地基早就被自己依赖的殖民逻辑给腐蚀透了。他们等于是在一艘叫殖民主义的破船上指责别人不遵守航海规则。高教授这招恒河以北看似是天外飞仙，实则是点中了印度的死穴。这一招不是简单的地理划分，而是包含了3重战略破局的降龙18掌。高教授的核心逻辑非常清晰。 OK， 你们不是认殖民逻辑吗？行，咱们就按这个玩。如果英国人画的线算数，那我们基于更硬核的历史和地理提出的恒河线就更应该成立。讲历史，唐朝的王玄策一人灭一国，借兵横扫恒河流域，元朝忽必烈的军队兵临德里，明朝郑和的无敌舰队接受过恒河沿岸国家的朝贡，咱们的历史羁绊可比你那张英国草纸深厚多了。讲地理，恒河的源头在咱们西藏阿里地区，雅鲁藏布江的上游水龙头可牢牢攥在我们手里。你说这逻辑是不是无懈可击？这一招直接把博弈的格局给掀了。原本印度想把焦点局限在藏南那一小块地方，跟我们玩寸土必争的把戏，结果高教授直接把议题拉高到清算整个殖民体系的层面，这下印度就陷入了绝境。你要是承认殖民划界是非法的，那你对藏南的主张就当场作废；你要是死抱着殖民遗产不放，那就得接受我们提出的基于同样逻辑但更具合理性的对等主张。这就是典型的降你一军。而且恒河那可是印度的母亲和覆盖了全国40%人口的用水，而这条命脉的水源开关有相当一部分在咱们手上，这就特别讽刺了。印度为了制裁巴基斯坦，曾经切断过人家的水源，导致巴方70%的农田干旱。轮到我们依法依规在自家地盘上建个水电站，他又跳出来指责我们威胁他的水安全，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霸道逻辑，在高教授的恒河线面前显得格外苍白可笑。高志凯线的威力绝不仅仅是让印度下不来台，它更像一颗思想炸弹，在全球范围内引爆了一场关于历史正义和国际规则的大讨论。有必要重新审视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诸多历史问题。这说明什么？说明公道自在人心，谎言说了100遍也变不成真理。而印度的反应则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外强中干。印度官方媒体掐直播，民间键盘侠集体破防，在网上歇斯底里地指责我们搞文化侵略，仿佛我们真的要派人去治理恒河了一样。
说到治理恒河，那又是另一个槽点了。如今的恒河日均接收13亿升的毒废水，河面上飘着垃圾和各种不可名言之物，堪称元素周期表之河，以至于我们有些网友都忍不住调侃：别啊，千万别划过来，不然我们还得花钱帮你治理。不过要是真归我们管，估计3个月就能让它清澈见底。这虽然是句玩笑话，却也戳中了印度治理能力低下的痛点。高教授的文斗之所以这么有底气，背后是我们强大的武备在撑腰。歼-20在喜马拉雅山上空巡航，雅鲁藏布江上游的水电站群拔地而起，直达时空线的边境，公路网越织越密。我们不仅有能力在谈判桌上跟你讲道理，更有能力把谈判桌直接搬到恒河岸边。说到底，高治凯线的真正价值根本不在于我们是否真的要去索取恒河以北的土地，它像一面棱镜，清晰地折射出了印度对殖民遗产的畸形依赖和我们从被动接招到主动出牌的战略自信。早在1988年，邓公就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从地理上看，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嘛。这其中的哲学与高治凯线一脉相承，都是用对方的逻辑来解构对方的谬论。当印度还在抱着殖民者留下来的破尺子，小心翼翼地丈量自己虚幻的大国尊严时，我们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版图。真正的强大，不是靠继承别人的遗产，更不是靠领土的扩张，而是靠文明范式的革新，靠彻底否定强权及真理的强盗逻辑、历史的正义和文明的认同，最终会像潮水一样淹没那些早已腐朽的边界神话。高治凯线就是我们为埋葬的那个旧时代挖下的第一锹土，至于印度，估计还得在原地破防好一阵子呢。普京在我国有多受欢迎？2023年10月1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国际机场首都，此消息一出，立马登上各大平台热搜。这也是他第20次访问中国。你知道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普京吗？可以说，没有普京强硬与欧美国家的对抗，分散了美国对我国的注意力，我们中国也不会迅速崛起。普京是一个让西方和美国都闻风丧胆的人，他做事雷厉风行，从不拖沓犹豫，他能开战斗机上前线，也是一个柔道高手。普京在外面一直以强硬而闻名，但是他对中国却有着柔情的一面。在新冠疫情刚爆发的时候，美国及其一些盟友没有给予中国同情和支持，反而在国际上对中国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抹黑。当时只有俄罗斯总统普京带头站在了中国的一边，他公开抨击了美国的恶意行径，并主动为中国辩护，还慷慨地向我国捐赠了23吨的医疗物资。这样的友谊让我们看到了普京对朋友的真诚和善意。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这也是中俄关系加速发展的契机。当时中国面临着南海危机，美国肆意地将他们的航母开到了南海挑衅。就在我国处于危急之际，克里米亚政坛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在西方的干预下，他们选出了亲美的总理，打算以此控制克里米亚地区并对付俄罗斯。但普京没有畏惧西方的压力，他直接动用了武力保护克里米亚的局势。欧美看到普京对克里米亚如此强硬，就把所有的注意力转向了普京。中国趁机抓住了发展的良机。当克里米亚人民决定通过公投脱离乌克兰并归入俄罗斯的怀抱的时候，欧美对俄罗斯展开了经济封锁，试图让普京屈服。然而普京不仅没有向欧美低头，反而以牙还牙，发动了反制裁战争，并宣称俄罗斯不惧怕西方的恐吓。这时候的中国也是因为普京的反制裁战争，让中国南海没有那么紧张，也让中国有了更多发展自身实力的时间。普京为何赢得中国人的敬仰？他多次在国际上声援中国，加上他对西方国家态度绝对的强硬，因此让美国把战略重心放在了欧洲，才让我国有了足够的时间发展。当美国意识到中国强势崛起的时候，我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可以与欧美平等对话的国家。2017年，美国将中国定为了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拜登上台后更是同时对中俄施加压力，试图破坏中俄之间的友谊。但这样的做法只会让美国自掘坟墓。美国还在各种场合上对俄罗斯发出警告，污蔑中国不是真正的朋友。但拜登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对于普京来说，美国和欧洲都是虚伪而不可信的。因此，普京继续和中国保持紧密合作，共同抵抗美国的霸权主义。那么他又是如何带领俄罗斯走向强国之路的呢？2000年，普京接替了叶利钦，成为了俄罗斯总统。
从那一刻起，普京开始了俄罗斯的复兴之路。当时俄罗斯国内经济萧条，国家的大部分财富被7大寡头所垄断，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超过 40%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很多俄罗斯人民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也许当时没有人会相信一个新上任的普京，但在后来的时间里也证明了，这位年轻人逐步将俄罗斯带向了一个强盛的国家。而普京改变俄罗斯的第一步，就是打击国内7大寡头的势力。普京警告他们不要干预国家事务，但这些寡头们似乎不把普京的话放在心上，他们觉得已经控制了俄罗斯大部分的经济命脉，就连前总统叶利钦都不敢动他们一根毫毛，何况一个刚上台的年轻人。但这些寡头们错估了普京的决心和手段，他们没有想到这次谈话是他们最后一次机会。后来普京这些寡头们全部清除掉，在普京强势的打击下，俄罗斯的寡头集团从此消失在历史中，而他们所拥有的财产也被收归国有。直到2008年，俄罗斯外汇储备已经成为了全球第3，在世界上树立了威信。从此普京的能力也让全世界都为之震撼。有人说，中俄能有今天的友谊，应该谢谢美国，这是为什么呢？普京为何这么喜欢中国？他从2000年开始累计访问中国20次了，可以看出普京对中国的喜欢程度有多高。而且如果没有普京在国际上的强力支持，我国发展也没有这么顺利。普京刚当总统的时候曾向西方投橄榄枝，为何最后又转向东方大国呢？普京在刚刚成为总统的时候，俄罗斯正遭受着苏联解体后的动荡和衰落，国内经济困顿，大部分民众连温饱都成问题，国际地位也跌落谷底。当时普京希望能够通过加入北约来赢得西方国家的支持和帮助，让俄罗斯重新站起来。可惜普京的诚意并没有换来欧美国家的尊重和回应，他们不仅拒绝了普京的请求，还在俄罗斯周边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以此来威胁俄罗斯的安全。这让普京深刻地意识到了西方国家的虚伪和敌意，他决定放弃与西方的合作，转而与中国等邻国建立友好关系，并且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来对抗西方国家的干涉和制裁。也许美国现在后悔没有接受俄罗斯加入北约的提议，因为他们不仅失去了一个盟友，还得到了2个强大的对手。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逐渐恢复了自己的实力和信心，与中国等国家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在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中国也因为普京与欧美对抗这10年中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并且在这短短10年时间内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如果没有普京这样一个强硬的领导人，中国可能还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实现自己的崛起。当然，中国也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国家，在俄罗斯遭受西方制裁和新冠疫情时，我国也及时地伸出了援手，向俄罗斯提供了经济、医疗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普京在我国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和好感，他坚强而果断的作风让我们敬佩不已。普京面对西方国家的压力而不屈服，多次为中国分担了很多困难和危机，使得中国能够专注于自己的发展和建设，自然是受到我们赞扬和感激。面对西方国家日益增长的威胁和挑衅，中俄关系将会更加紧密和牢固，共同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尊严。